当西方国家还幻想着俄罗斯能像苏联那样再来一次分裂解体时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院内却突然着火了。随着美国的非法移民越来越多，德克萨斯州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揭竿而起，振臂一呼，顷刻间就获得了26个好兄弟的支持。要知道，美国一共才50州，这岂不是说德州获得了超半数的支持？本以为2024年的美国大戏应该是董王和拜登之间的较量，谁曾想开年第一炮就如此精彩。德州作为国家第二经济体，不仅拥有各种高科技产业，还有许多能源开采，这都无法支撑那些非法移民的流入。可想而知，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已经有多么严重了。2023年，美国的非法移民高达320万。而光是德州就有250万，所以当各种移民再次通过墨西哥边境翻入德州后，德州就彻底爆发了，直接效仿华盛顿发表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宣言。可如果德州真的独立，美国又将走向何方呢？由于美国各州的关系十分疏远，再加上美国的领土许多都是侵占来的，所以一旦美国内部开始混乱，美国会分裂出几个国家呢？假如德克萨斯州果真实现独立，美国恐将面临瓦解之虞。同样，由于经济困境，加利福尼亚州也可能脱离美国。闻名遐迩的硅谷坐落于加州中部旧金山，拥有光明的发展前景，因此一旦自立为加州共和国，加州不仅不必再向美国提供资源，反而有望缔造更为璀璨的明天。另外，阿拉斯加州虽然是美国面积最大的州，但与美国本土并未相连，是用低廉的价格从俄国手中购买过来的。近期在阿拉斯加州发现了大量矿产资源，如若独立，其前景一片光明。至于夏威夷州，最初本是一个国家，且为一个海外州，多年以来始终未曾认同美国的统治，因此在其他州纷纷独立之际，夏威夷势必趁势重振旗鼓，再度成为夏威夷国家。除此之外其他各州将会何去何从呢？如果德州、加州、阿拉斯加与夏威夷全部独立，一些小州会有什么下场呢？俄罗斯会不会就此坐上世界老大的位置呢？在此之前，其余的州虽然相对弱小，但他们有可能结成联盟。以北部的尼苏达、威斯康星和密歇根等州为例，几十年前，他们凭借汽车产业受到的稳定的优惠的生活。然而，随着美国统治的加强，这些州逐渐走向没落，因此他们必定不愿意继续臣服于美国。对他们来说，合并成立一个新的国家才是最终的出路。此外，华盛顿、俄勒冈和爱达荷3州也紧邻加州。如果加州宣布独立，他们将面临2个选择：要么与邻近的3个州合并，要么向加州屈服。再者，诸如乔治亚、佛罗里达等州，多数人口为非洲裔，他们对美国政权本就存在着抵触情绪。过去他们曾与北方发生过冲突，虽然最终妥协，但内心并未真正臣服。一旦成熟，他们会毫无迟疑地再次追求自主。新墨西哥、俄克拉荷马和阿肯色与德克萨斯地理分布亲密，并且与德克萨斯省关联相对融洽，因此他们有可能选择归附德州，成为德州共和国的一部分。因此只剩下美国建国最初的几个州，届时美国将从世界霸主的位置跌落，瞬间沦为三流国家。切勿认为此事不可发生，历史上曾有过大不列颠、苏联等世界强国，最终也都是瞬间瓦解。如果美国真的瓦解，想必很多国家都会乐享其成，并且美国做的一些事情确实会遭人讨厌。而为了共同的和平发展，很多人可能会静观其变吧。